Hello， 我是薩托利。昨天我們來到離濱松車站車程快1小時的館山寺溫泉，在這裡的溫泉飯店住了一晚，還體驗了美味的濱名湖鰻魚吃到飽。今天我們從飯店出發，準備去搭館山寺纜車。指示牌寫徒步1分鐘，但是我剛才看 Google 地圖寫3分鐘，應該就是很近的意思，走一下就會看到了吧。我們到旁邊搭纜車，搭過來之後，這裡是大草山，有展望台、音樂盒博物館，還有我們想去的升龍之錘梅園。每10分鐘有一班車，來回票價是1300元，再加音樂盒博物館票價是1700元。我們有拿到飯店給的折價券，套票1700元變1500元。次10分発になります。向こうの扉出て左側乗り場でございます。這裡裝飾的很漂亮。我的票上面貼到梁。せっかくだからこっち座れ。館山寺纜車是日本唯一橫跨湖面的空中纜車，可以360度欣賞濱名湖的美麗湖景，長度723公尺，單程約4分鐘。まもなくゴンドラホームに入ります。側面が当たって入れることがございますのでお気をつけください。我們搭5分鐘到站了，好快就到了。還沒有看過癮就到了，很快。這裡有音樂盒博物館跟大草山展望台，我們先去看梅花，趁現在還有太陽的時候，不然下午可能要變陰天了。從這裡走到梅園大概15分鐘。先下去，然後往右彎，之後一直順着路走。這座梅園每年只有在梅花開的時候會對外開放，大概是2月中到3月中。今年滿開的時間比較早，好像比往年早了1個禮拜左右。不然應該是現在3月初的時候是滿開，但是今年2月底就滿開了。這邊回音很大，應該是湖對面的。應該是湖對面的聲音。左邊這條路前面100公尺右轉才是梅園，應該是有蠻多人走錯，走到右邊這一條，所以還特地做了一個禁止進入的標誌。旁邊有好多貓咪哦，它們在曬太陽。這是一間旅館，應該是一間已經沒有在營業的旅館。背後也有一隻。前面那邊有一隻貓咪。這裡就是。梅園到了。我們現在買票。
現在滿開期間入園費是700元。沒有滿開的時候，跟花快要掉光的時候，好像是500元。現在花況應該很好，看起來很漂亮哎。還是蠻多花的啊。還好還沒掉光。大草山升龍之垂梅園的面積約5000平方公尺，園內種植約350棵之垂梅，共有10種不同的品種。歷年的最佳觀賞期是2月中旬到3月中旬。刚才聽到有人說上周更漂亮，現在已經有點在吹雪了。那它今年提早1個禮拜滿開了。滿開的時候一定更多蜜蜂，我覺得好多蜜蜂，好可怕。对面還有一個園區，我們進去看看。旁邊有當地的農家在這裡賣茶，生意非常好。這裡遊客很多耶，雖然今天是平日，但是人很多。這裡也很像梅花隧道，但剛才的感覺又不太一樣。安娜玉1包300，還蠻便宜的嘞。我一直聞到烤番薯的香味，在這裡有在賣梅人自己做的梅乾。我們想要買一袋橘子當午餐，早餐吃太飽了。再買一包番薯乾。我們來找位置坐，吃午餐。因為剛才覺得園裡人很多，非常的熱鬧，應該是剛好有好幾團團體客來，沒什麼人了。我們去小紅傘吃橘子，剛才有爺爺在那邊吃便當。早餐吃太飽了，看到爺爺吃便當也不覺得餓。在這裡有蜜蜂陪我們吃，我一直聽到蜜蜂嗡嗡嗡的聲音。塞多卡好好吃哦，不會太酸，果肉很扎實綿密。邊賞梅邊吃番薯乾。吃飽了，差不多要跟梅園說再見了。回去剛才纜車站的地方，去展望台跟音樂盒博物館。可以拿一朵花回家，會送一朵花。我看幾乎每個人都有拿，我們不好拿，所以就沒有拿了。大家都開車來。我們走回來了，再走170公尺就到大草山的山頂了。
有山的山頂。我们到2楼音樂盒博物館，每小時10分跟40分都會有演奏。刚才我們聽了一場演奏，我覺得超級精彩的。有一位工作人員很仔細的介紹這些自動演奏樂器的歷史跟他們是怎麼發生的，還會用設備放大在演奏的細節給我們看，讓我們看它是怎麼運作的。這邊的自動演奏樂器都好有年代哦，不止很有年代，而且都很精緻，有一種古典美，裡面看起來都超級複雜的，當時就可以制作出來，覺得好厲害哦。整點屋頂的鐘也會有演奏，我們去聽。有360度的大全景，還是戀人的聖地。這樣看覺得冰明湖好大哦。東哥順利跟猛虎合照了。剛才那個像軟木塞的吉祥物是喜令達。可以在這裡拍出像在拿樂譜的感覺，有像有像。前面也還有一幅畫，看懂了，你把一疊唱片弄翻了。我們剛才又聽了一場表演，也是很精彩。這台大台的聲音超級大聲。我說要做好心理準備，講了2次。他說那是室外演奏用的。這一台是它的縮小版，要手動自己去轉。我覺得這個音樂盒博物館很值得一來的，雖然小小的不大，但是表演都很精彩。1樓有音樂盒博物館的土產店，可以在這裡體驗自己做音樂盒。我们来到了
車回去。現在變成陰天了，早上天氣比較好。まもなく右手赤いナンパラ線の絵がついた上りゴンドラと交差します。よろしかったら手を振って挨拶をお願いします。バイバイ。見えてまいりました浜名湖パルパルは小さなお子様から大人の方までみんながお楽しみいただける遊園地です。我们又回到这裡了。我们接下来想要走去管山寺，大概走10分鐘。左邊是我們住的飯店，我們又見到它了。就想吃鰻魚。我們等一下要從這邊搭車搭回濱松站。這個候車亭很可愛耶，它握着一條鰻魚。竟然在濱松看到了阿卡貝托，有烤番薯專賣店。到了管山寺溫泉門前通，這應該是吉祥物吧。這條街上有好幾間鰻魚專賣店。原本想說，如果早點回來的話，中午可以來吃這間烏龍麵店。是一間國產小麥和國產高湯的烏龍麵店。注意會有貓飛奔出來，所以這裡應該會有貓。真的有貓！有3隻貓。現在街上都沒有人耶。等下晚餐時間不知道會不會多一些人。這間鰻魚店還擺了一尊鰻魚地藏。我們走到觀光案內所了，再走3分鐘就可以到管山寺了。這裡看起來視野還不錯。街上真的很多間賣鰻魚的店。有2條鰻魚在爬牆。有管山遊步道，全部走完大概要40分鐘。神社旁邊是管山寺。有鰻魚的御神籤。遊步道有一段路現在禁止通行，那我們就從左邊走。我們從這邊走上去，前面是穴大師，這有點像在爬山呢，覺得路還蠻陡峭的。這是可以祈求治療眼睛疾病的穴大師。这洞穴很低，我剛才不小心撞到頭了。想說要看一下地圖，結果發現地圖倒了還是可以看。我們接下來往左邊走，右邊這一段就是現在在整修的路。這遊步道其實蠻多地方都有鋪過的，不會覺得不好走，雖然有一點顛簸。晴天的話，應該是真的蠻漂亮的，藍天，然後還有湖。左邊走100公尺有雞冠岩。哦，這邊路不太好走哎，你要小心一點。雞冠岩應該是右邊這個岩石吧。前面有一尊很巨大的觀音像，剛才還沒上山之前，在下面就有看到了。這裡有一間無人的小商店，栗子仙貝，還有在賣草鞋耶。這裡的櫻花開得好美哦。
觀音巷走回管山寺。我們回來了，大概走了20分鐘左右。雖然街上沒什麼人，但是其實去管山寺的人還不少，陸續有遇到好幾組人上下山。我們走到公車站牌了，從這裡等回濱松車站的車。我們搭4點56分的車。我们回到濱松站了。濱松車站的郵筒，邮政標誌在他的頭上。在我心目中，濱松有3寶：薩瓦亞卡的漢堡排、濱松餃子，還有一個就是這個鰻魚派。我本來以為只是形狀長得像鰻魚而已，是真的有鰻魚粉。我們買1包，應該算進化版的鰻魚派吧。這個也還蠻好吃的，這個也買1包。我對這個生龍茶金2還蠻有興趣的，這是用靜岡茶做的。我買了一個飯糰當晚餐，烏拉提跟3日牛的飯糰。我要買這間濱松餃子外帶當晚餐。我買了10個濱松餃子。搭7點17分的咖喱。內用的話，就是擺成一圈，豆芽菜放在中間，餃子花。我好像還沒有看過濱松餃子以外會那樣子排，好吃。濱松3寶。這次來濱松吃到了一直很想吃的漢堡排，造訪了幾個景色優美又獨特的景點。濱松還有好幾個我想去走走的地方，就留給下一趟旅程吧。謝謝大家看到最後，我們下支影片見。